张二毛的要求虽然苛刻，但是两人一想到收入十分可观，便都不约而同地答应了下来。张二毛也不含糊，直接在微信上给两人每人赚了3万块钱，对两人说道：这钱就当我提前预支你们10天的劳务费，这10天你们要是敢有任何偷懒耍滑，可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赵老四不假思索地拍着胸脯保证道：二毛哥您放心，就冲您这么爽快的劲头，我他妈的穿着成人尿不湿去给您盯着，宁可尿一裤裆也绝不离开岗位半步。小腾也立刻表态：二毛哥，我白天不吃不喝，绝对不给您掉链子。臭！张二毛点点头，从口袋里将那2枚玉扳指掏了出来，分别递给二人，嘱咐道：把这2枚扳指戴在手上，千万不要取下来，这是大客户用来验证你们身份的信物。两人也没犹豫，立刻将扳指接了过去。赵老四将扳指在手里把玩片刻，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，低声道：卧槽，二毛哥，这扳指是深坑出的东西啊，是吗？一旁的小腾也有样学样的闻了闻，疑惑地问道：老四，这玩意儿咋看出生坑熟坑的？张二毛打断两人，嘱咐道：你们2个要想赚这份钱，就千万记住，少说话，少提问。赵老四嘿嘿一笑，连忙道：二毛哥说得对，反正我们是负责接人的，其他事情我们不问。张二毛点点头，对两人说道：老四，你回头去打印店打个牌子，写上接岗商陈家伟。小腾，你也打个牌子，写上接岗商罗启东。打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开工了，今天就给你们算工资。赵老四惊讶地说道：二毛哥，这么着急呀？我这摊子还没来得及安顿一下，要不您等我会儿，我让我小舅子过来帮我盯着点。张二毛摆摆手：你这摊子我给你盯着，反正你这东西都是假的，我就尽量给你往高了卖，接到人之后你们就带过来找我。两人一听这话，便也不再犹豫，立刻点了点头，便一起欢天喜地地去了打印店。张二毛知道这俩人根本就不可能接得到人，毕竟这俩名字都是自己临时杜撰的，能接到还见了鬼了。他也不知道叶晨让自己这么做到底是因为什么，但是像人精一样的他心里非常清楚一个宗旨，那就是不该问的事情绝对不要问，更不要去试图探寻真相。于是他便直接在赵老四的摊位上坐了下来，看了看他满摊位的破烂，将叶晨给的那块雷击木摆放在了正中央的位置。他虽然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，但他牢记叶晨的吩咐，无论谁来问价都要开价500万。在摊位上守了1个多小时，来了几个逛古玩街的冤种，他们在张二毛的摊位上想着捡漏。张二毛也充分地发挥了他作为古玩奸商的天赋，把几个不值钱的破工艺品都卖到4位数以上的高价。成交几单之后，张二毛不禁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畅快感觉。虽说卖假古董骗人没什么大前途，但是对他来说，搞这玩意儿还真是很有成就感。眼看着那些抱着捡漏发财美梦的冤种，花了高价钱买了假东西，还一个个欢天喜地的模样，张二毛心里格外舒畅。他不禁在心底琢磨，看来这古玩买卖还是不能全扔了，人生的快乐有一半都来自于这个地方，将来要是五爷那边没那么忙，我隔3差5的也可以来这里找找乐子。张二毛正喜滋滋的在心底盘算着，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带着几分惊喜的笑道：哎呦，张二毛，你啥时候又回来摆摊儿了？张二毛抬头一看，顿时一脸恭敬地说道：哎呦，肖会长，我可有日子没见您了。说话的正是叶晨的老丈人肖长坤。肖长坤现在虽然已经是书画协会的常务副会长，但是对古董的热爱还是丝毫不减当年。前段时间因为失恋的缘故，搞得他心情不是太好，也是有日子没往这里来了。这2天他稍微的缓过劲儿来，恰逢周末，便又打起了古玩街的主意。只是他没想到，自己刚到这儿就看到了熟人张二毛。听闻张二毛毕恭毕敬地叫自己一声肖会长，肖长坤的心里非常得意，如领导一般背着双手，笑呵呵地说道：二毛，我听说你跟了洪五爷，成洪五爷身边的军师了，
怎么又回古玩间了？张二毛笑着说道：“萧会长，您可真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这金陵城啊，就没有什么事儿能瞒得过您老人家。”萧长坤被吹嘘的沾沾自喜，脸上却故作高深地说道：“二毛啊，你也不用在这捧我，不过就金陵这1亩3分地，还真没有我萧长坤搞不清楚的事儿。”张二毛点点头，殷勤地说道：“萧会长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在五爷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发现可能还不是太适合我，所以就还是回来捡起老本行了。”萧长坤也没怀疑，点头说道：“你呀，天生就是干古玩这行的，而且不得不说，你就是我在这行里的福星。我捡的第一个大漏儿，就是50万放给了你。你不干这行了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捡过什么大漏儿了。”说着，萧长坤又道：“哎，对了，不过我前段时间倒是陆陆续续的收了一点小东西，以我的经验来看，东西应该都是对的，到时候我拿给你看看，要是你出的价格合适的话，我就都放给你了。”张二毛想起自己花50万从萧长坤手里买个假货的惨痛经历，要不是看在叶晨面子，自己哪能花那个冤枉钱？想到这儿，他嘿嘿一笑，连忙道：“别，萧会长，我现在啊不收东西了，不收了。”萧长坤皱了皱眉，指着他摊上的一大堆东西问道：“你不收东西了？你这些东西哪来的？你总不能自己在家里造吧？”张二毛道：“萧会长，不瞒您说，我现在啊调整一下业务方向。以前呢，我是不管真的假的，什么都倒腾一把，但是这只要倒腾真货，就有打眼的风险。我之前就打过眼，花了几十万买了个破玩意儿，连他妈的10块钱都不值，一下子就把小半年的收入都赔进去了。”说着，他有些紧张地看了萧长坤一眼，见萧长坤没听出自己话里的意思，便赶紧又道：“所以啊，萧会长，我现在换个路数，我卖呢就只卖假货，收呢我也只收假货。”萧长坤皱了皱眉：“怎么的，专职干坑蒙拐骗了呗？”张二毛讪笑道：“嘿嘿，您也可以这么理解。”萧长坤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二毛啊，不是我说你干一行爱一行，你搞这个你得有职业操守啊。”张二毛点点头：“我这不合计着先挣点钱吗？等以后挣了钱了，再提升职业操守也不晚。人家怎么说来的？先上车后买票吗？”萧长坤不屑地撇了撇嘴，在张二毛的摊位上看了看，摇头道：“哎呀，你这真是越干越倒退了。就你摊上的这些假货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我都能看得出来。”是。张二毛殷勤道：“萧会长，您肯定是慧眼识珠的，好东西躲不过您的眼睛，假东西也是一样。”萧长坤笑了笑，顺手将摊位中间的雷击木拿了起来，仔细看了看，说道：“不过这雷击木好像不是假的嘞，卖多少钱啊？合适我收了，留着避避邪。”张二毛伸出5根手指。萧长坤好奇地问：“500？”张二毛嘿嘿笑道：“万。”萧长坤瞪大眼睛，脱口质问道：“5万？”张二毛摇摇头：“是500万。”操！萧长坤把雷击木丢回摊位，骂骂咧咧道：“张二毛，你穷疯了吧？就这么个破玩意儿，你要我500万？你他妈拿我当双色球了？”张二毛尴尬地说道：“萧会长，您都说了，我现在干的就是坑蒙拐骗，开价不狠点怎么骗钱啊？”萧长坤气恼地说道：“那你也不能明抢啊，纯是脑子有什么大病？”说罢，双手往身后一背，迈着步子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看着他大佬一样的背影，张二毛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心中暗忖：叶大师要我给这雷击木报价500万，我这摊儿要是这么开下去，估计一天得让人骂个10几20回。与此同时，燕京市郊长云观作为全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道观，长云观堪称是现时代的道家圣地，道观香火很旺很足，燕京所有信奉道教的门徒都会经常到这里供奉。长云观有监院、方丈各一位，除此之外，还有辈分不等的众多弟子，加起来至少300余人。道教的方丈与佛教的方丈虽然称谓一致，但职能却有很大差别。佛教的方丈是寺院里职位权力最高的那个，掌管寺院大小事务，而道教里的方丈主要职责是讲经说法，更像是道观里资历最高的教授。但真正在道观里拥有最高管理权的人，则是监院。
身穿一袭道袍的常胜伯在长云观山门处抬头凝望片刻，随后便迈步走入殿门。整个长云观共分前、中、后3个院落，但对信众香客开放的仅有前院。这里坐落着多个神殿，尤其是正中央的三清殿，供奉着道家的三清祖师。中、后2个院落则是长云观内部使用的区域，方丈、弟子都在这里居住生活，研修道法。无论是叶辰，还是常胜伯，亦或者神秘莫测的英主，以及画中那位孟长生，他们都掌握灵气，修的都是道家传承。所以常胜伯迈步进入长云观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来到三清殿内，向道门3位至高神明叩头上香之后，这才来到身边一位小道士身边，开口道：“这位道友，不知贵地可否让贫道挂个单，小住几日？”那小道士眼见常胜伯长得仙风道骨，又带着几分里才有的那种超凡出尘的仙家气质，心中也不由吃惊，恭敬问道：“敢问道长是哪个道观的？可有证件？”按照宗教内部的约定俗成，道士离开自家道观山门，来到外地，是可以在当地道观挂单小住的，只不过需要核实对方道士的身份，以免被人钻了空子。常胜伯听闻此话，微笑说道：“我这些年一直在海外修行，很多年不曾来过华夏了，并没有什么证件。”小道士有些为难地说道：“道长，根据规定，您想挂单，就必须得有合法的证件，证明您是道士才可以的，否则的话，晚辈也做不了主。”常胜伯也不生气，淡然一笑，开口问道：“你们监院姓甚名谁？道号是什么？”小道士一脸恭敬地说道：“我们监院道号清虚散人。”清虚？常胜伯微微笑道：“莫非是玄机子当年收养的那个小娃娃？”小道士听得满脸骇然，监院清虚散人，今年已经年过70，他的人生经历在国内道门中非常出名。他刚出生便被人遗弃在长云关门外，被当年的监院玄机子收养，前几10年一直跟在玄机子身边学习道法，而后接任监院一职，可以说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道门，是当今道门真正意义上的大师。如此老资历的大师，却被常胜伯称为当年的小娃娃，小道士自然是惊骇不已。他不禁问常胜伯：“这位道长，您认识我们监院？”常胜伯淡然道：“我不光认识他，他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他。”小道士霎时间目瞪口呆，他不禁喃喃道：“我们监院道长已经70多岁了，他小的时候您抱过他，那您岂不是至少90多岁了？可我看您好像也就60多岁的样子啊。”常胜伯笑着说道：“我跟你说不清楚，你可以去禀报他，就说长青真人要见他。”长青真人？小道士呢喃一声，虽然没听过这个道号，但见常胜伯高深莫测的样子，也不敢怠慢，于是便道：“请道长随我到会客厅，我这就去禀报师傅，再请师傅禀报监院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